深蓝相传是天界女神为殉情凡人留下的一滴情泪所化，是连天人七大能都有进无出的绝地。小宝一行人自然不敢深入，只求在入口处的秦比金尖树上采摘些能助人结丹的种子。阴暗中觊觎的散修众多，小宝当机立断，趁小小给2只结丹后期的守护妖兽地吼猩猩下了毒，率众结阵杀出。谁知猩猩狂吼间竟能发出无形的音波攻击，连千重伞都防不住，几名师弟妹接连吐血倒地。危急时刻，毒蜂充当了声控雷达，精准预警猩猩的攻击落点。在他的呼喊指挥下，众人避实击虚，硬是生生将2只大妖磨死。众人刚松了一口气，仙儿凄厉惊呼：“有人隐身偷种子！”小小怒吼着扑向林树，门外又冲进50多个支援的师妹，场面瞬间陷入混战。慌乱中，火头军范师弟惨叫倒地，肚子被利刃破开，肠子流了一地。小宝目眦欲裂，轮回岩死死锁住一道虚影，狠狠一剑斩下，对方却如鬼魅般闪逝。与此同时，无数浑水摸鱼的散修纷纷涌入抢夺。雀烈小梅已将范师弟等15名重伤员稳住性命后，暴怒的小宝提剑便盯上了一个抢得最凶的草衣大汉，两人犹如地痞流氓般在废墟中死磕，吓得周围的散修纷纷绕道。那草衣大汉乃是御剑后期，刀法狠辣凌厉，直取小宝咽喉。小宝一剑刺向对方心窝，轮回眼却瞬间算准大汉的刀会先一步劈中自己。生死关头，小宝剑走偏锋，反手一剑狠狠撩向大汉的裤裆。我日你仙人！草衣大汉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跃起，破口大骂：名门正派下手这么狠毒，接老子的兄弟！大汉惊出一身冷汗，拉开距离，掏出一个主管法器，竟吹出一大堆泡泡，泡泡在小宝身边连环炸开，毫无威力，却震耳欲聋。小宝被震得心烦意乱，双手捏诀，气势如虹的冲着大汉一指，怒吼道：御剑术，受死吧！斩！飞剑携着恐怖的杀气呼啸而出，却离谱的偏出10万8千里，轰的一声轰塌了旁边的断墙。大汉愣了半天，等想跳脚大骂小宝耍他，眼角却瞥见满脸煞气的小小已悄然摸到了自己身后，顿时吓得亡命奔逃。而耍帅失败，剑术烂到没边的小宝，自然又挨了小小一顿暴揍。逃离深蓝入口，小宝守在伤员的担架旁，心中泛起难言的凄凉。这便是真实的修仙界，大道无情，弱肉强食。就在刚才的混战中，他亲眼看到有人为了抢种子，连被小小击杀的妻子都看也不看一眼，扭头便独自遁走。可小宝做不到这般冷血，他的队伍里也没人能做到。他们分出30多人，抬着15副担架，将所有伤员护在队伍最中间，宁可拖慢行程，也绝不抛弃一人。前方还有2处险境要闯，毒蜂牵着铃木牛，小宝手持飞剑走在最前头开路，他绝不后退，因为一旦退缩，所有人都会死。即便他明白，也许某一天面对绝境，仙儿那种冷漠的取舍才是真正能保全大局的大爱，但此刻他别无选择，只能扛起所有人的命，硬着头皮向前趟。一路颠簸，200多人的队伍在妖兽的连番袭击下伤兵满营，不仅法力近乎枯竭，医药物资也已告罄，疲惫与绝望的阴霾死死笼罩着所有人。在死亡的步步紧逼下，几名伤重溃烂的师弟妹终于崩溃了。沙儿师妹倒在担架上泣不成声，几个伤员甚至主动滚下担架，哀求大师兄放下他们，不愿再做拖死全队的累赘，都把你们的臭嘴给闭上。浑身血污的小宝呲着牙怒吼，他像个孩子般泣不成声的咆哮：我钱小宝活了一生，失败了一生，如果今天放弃了你们，这世界还有什么能证明我存在过？要死我也陪你们一起死。这番誓死不弃的剖白让全员泪崩。仙儿长叹一声，上前安抚住小宝，指明了50里外的一处废弃寻宝洞作为退路，但也冷酷的提醒大家做好全体阵亡的心理准备。为了鼓舞士气，小宝擦干眼泪，强行用当年在凡间钻小树林的荤段子活跃气氛。有了活下去的盼头，众人重拾斗志，互相搀扶着在险恶的沼泽中跋涉了2天，终于熬到了那个能避开妖兽围攻的山洞。在小小布下的红色毒雾阵庇护下，队伍迎来了宝贵的喘息之机。10几天后，连肠子被划破的范师弟都能捂着肚子跟大家一起吃火锅了。伤情稳定后，队伍重整旗鼓，杀入铁化树林。面对潜伏的8只结丹中期恶念猿猴和暗中窥视的散修，小宝率领200多人齐技术飞剑，以摧枯拉朽的团队武力将巨猿当场击毙。这震撼的一幕瞬间吓退了所有图谋不轨的散修，众人顺利将炼丹所需的百灵果收入囊中。7日后，队伍抵达了此前的最后一关绿潮湖。众人正欲入湖，此前在深蓝遗迹抢种子的草衣大汉竟从深草中钻了出来，他企图用湖中有绝世大妖魔的情报，勒索3颗百灵果。得知这湖里的妖魔正是导致修仙界回阳春水断绝的罪魁祸首，仙儿非但没有退缩，反而一脸决绝的表示，宁可死也绝不容忍自己变老变丑。这番言论瞬间点燃了所有师妹。为了去掉鱼尾纹，永葆青春，女孩子们群情激愤，纷纷力挺仙儿。见识了女人爱美爱到连死都不怕的疯狂，小宝底气大增，当即痛骂着回绝了草衣大汉的勒索，率领无所畏惧的队伍踏入了绿潮湖。湖畔出奇的平静，连只小妖兽都没有。在小宝的壮胆下，众人迅速分工，将能配置驻颜神水的百花晨露采集一空。就在众人满载而归，准备撤离时，原本清澈的湖面突然炸开3声巨响，一头体型如房屋般巨大的3手蛟破水而出，3颗碧绿的巨大舌头死死盯住了他们。面对这修为深不可测的恐怖巨兽，小宝像疯了一样，悍不畏死的顶在最前面，挥剑死死挡住了其中一颗舌头。是3手蛟。仙儿煞白着小脸凄厉尖叫，锦囊！大家快把出发前发的硫磺金全扔进湖里。生死关头，200多人迅速反应，纷纷掏出硫磺金砸向湖面。
刺鼻的硫磺气味瞬间在绿潮湖上弥漫开来，绿潮湖面一阵剧烈翻涌。就在众人面无血色，以为必死无疑之际，湖水被暗红的鲜血染红，一条50-60米长的三手大蛇尸体缓缓浮出水面。原来这看似恐怖的三手蛟竟是个银样大枪头，被200多人的一波硫磺精直接毒翻了。小宝站在队伍最前面，扯着嗓子大肆吹嘘自己如何神勇，把这大蛇贬得一文不值。毒蜂也在一旁狗腿的附和。师弟妹们见状，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回了肚子里。小小立刻化身贪财的小恶魔，指挥男弟子们将三手蛟剥皮抽筋，内丹、蛇胆、珍贵蛇血一点不落。随后，这支像极了逃荒凡人的队伍，大包小裹的抬着担架和妖兽材料，在赤脚小宝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杀回了九华山。这一趟，小宝彻底成了九华山低阶弟子中的传奇，一个没有师傅指点、毫无背景的练气期弟子，竟凭一己之力带着225个师弟妹集体突破御剑期，如今更是闭门谢客，全体冲击结丹期。这等神迹简直闻所未闻。回到山神谷，名声大噪的小宝为了躲避上门求赞助的同门，索性蒙头大睡。谁知冷寒却气冲冲的找上门来，怪他这个英雄不出去给自己这个老大长脸。小宝心思全在白飞身上，哪管什么英雄名号，他死皮赖脸的从小小那里抠出2件好玩的法器，满脑子只想着去镇阳峰找白飞献宝。然而冷寒的一番话却将他重新拉回了冰冷的现实。冷少此次是代表宗门来打劫他们这批珍贵材料的。当小宝半开玩笑的向宗门索要能直接结丹的宝物时，冷寒脸色铁青，哽咽着道出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小宝只剩40年的寿元了，想要活下去，必须在40年内连破3关，到达结丹期。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着冷寒和仙儿心痛的模样，小宝反倒释然了。他看着谷内200多个师弟妹，平静的表示自己这个大师兄已问心无愧，如今唯一的念想就是跟白飞多待一会儿。不，大师兄你不能死！200多个师弟妹齐刷刷的跪倒在地，撕心裂肺的哭喊，是要与他同生共死。看着这群哭成泪人的生死兄弟，小宝抓耳挠腮，最终无可奈何的妥协了。实在不行，我就找冰瑶帮忙，变成个无敌僵尸，跟你们永远在一起，总行了吧？众人大惊，随即将他强行塞回屋子，转身便在冷寒的帮助下急召冰瑶。当晚，冰瑶神色黯然地带着那口大棺材来到了山神谷。师弟妹们看着还在没心没肺品茶斗鸟的小宝，心如刀绞。仙儿红着眼眶告诉他，虽然变成僵尸能摆脱寿元的诅咒，甚至在九华山也不算绝对的依赖，但这等同于他作为人类的肉身彻底死亡。从此，他与那9天仙子般的白飞将再无半分可能。冷寒为了弥补兄弟，甚至动用关系帮他求来了顶阶灵宝魔之圣王令。小梅也提议用梵天血舍利子代替人血，免去他吸血的恶心。所有人都为他铺好了一条强大而孤独的退路，唯独没有人在乎他其实根本不想要什么无敌与长生，他只想要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类身份，能远远的看着白飞笑便心满意足。可是如果他不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一个6界厌弃的鬼怪，他就只能在40年后彻底灰飞烟灭。看着泪眼婆娑的师弟妹，小宝将心底的绝望与渴望死死压下。他知道是时候让自己彻底死心了。有一件事他想了几百年都没敢去做，如今既然要死了，他又害怕什么呢？云海雾间，小宝独自御剑翱翔，激动的心脏狂跳，脸上挂着痴狂的傻笑。下方远远跟着忧心忡忡的冷寒，以及一群紧张到快窒息的师弟妹。小宝直奔镇阳峰，在大殿前蛮横的牵起白飞柔弱无骨的小手，无视周围同门极度恶毒的目光，径直带他飞向一处险峻的悬崖。崖边围观的修仙者越聚越多，成百上千乃至数万人将他们团团包围。小宝深吸一口气，双拳紧握，无视所有人的目光，对着惊慌失措的白飞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宣告：白飞，我爱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会用生命来保护你。白飞小脸微红，冷艳而不失礼貌的轻声说道：对不起，我不能接受，我爹地在飞升前已给我许了人家。短暂的死寂后，周围瞬间爆发出排山倒海的狂笑与嘲弄，这声浪震动9天，甚至盖过了渡劫的雷云，无情的席卷了镇阳峰的每一个角落。无数自诩清高的修仙者笑得前仰后合，毫无体面的拍打着大腿，仿佛看了一出绝世滑稽的闹剧。痛彻心扉。小宝从未想过，第一次对心爱的女孩表白被拒，竟比死还要难受万倍。在漫山遍野的刺耳狂笑中，他转身背对人群，泪水决堤，逃至镇阳峰边缘。他面如死灰的将2个装满礼物的盒子塞给冷寒，声音透着死寂的冷漠：老大，帮我送给小飞，还有忘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小弟吧。看着万念俱灰的小宝，冷寒一把将他死死抱住，俊美的脸上满是癫狂与悔恨，痛哭着嘶吼，恨透了这残忍的命运。回到山神谷后，小宝像一具行尸走肉，整日没心没肺的吃喝溜达，其余人却忙疯了。御剑期300年的寿元大限将至，所有人都在仙儿的指挥下疯狂利用带回来的资源冲击结丹期。仙儿闭门炼丹，将出炉的金元丹和辅助丹药平均分发，在海量资源的堆砌和同门互助下，220多人竟成功了一大半，这在修仙界已是堪称神迹的结丹率。然而终究还有1/3的弟子资质太差，面临寿元耗尽的死劫。看着愁云惨淡的残兵败将，小宝满身煞气的找到仙儿，一言不发，就那么死死的盯着他。10几分钟后，仙儿被盯得抓狂崩溃，哭喊着自己已经竭尽全力，2/3的成功率已是极限，剩下的实在救不活，大不了让他们去陪小宝做僵尸。小宝却红着眼咆哮：我连心爱的姑娘都失去了，变成那种臭烘烘的怪物也认了，但我绝不让哪怕一个师弟妹去死。他厉声要求仙儿拿出谷内所有的家底，
去换取更多炼制金元丹的材料。小小气的跳脚，怒斥若赔光家底。他们到了结丹期，连像样的法宝都没有，出去简直丢人现眼。小宝却趾高气昂的耍起了无赖，怕个屁！等我成了万年无敌僵尸，你们要什么我帮你们抢，但这次必须倾尽所有保住大家的命。面对这个为了别人连命和底线都不要的笨蛋，三女最终妥协。仙儿红着眼将宝库钥匙砸给了他，小宝立刻召集所有未结丹的弟子，豪气干云的宣布，除了每人留一把高风飞剑，其余物资全部变卖，砸锅卖铁也要把所有人都堆上结丹期。300年的生死相伴，这番不抛弃不放弃的决绝，让台下的师弟妹们感动得泣不成声。倾家荡产的山神谷只剩下孤注一掷的死守。闲来无事的小宝拿着个残破的炼气鼎胡乱捣鼓，面对仙儿不用心的斥责，他只是无所谓的笑笑，反正自己也要变僵尸了，打发时间而已。就在这时，赵潇满脸悲痛的跑来报告，又有10几个师弟妹冲关失败。小宝眼皮都没眨一下，毫不犹豫的退下能提供无限法力的上阶法宝相思镯，丢给赵潇，轻描淡写的让他拿去卖了换草药。这一举动彻底击溃了仙儿的心理防线，他气急败坏的拦下赵潇，无论如何也不能动这件最后的保密法宝。他咬牙切齿的命小小和小梅交出他们视若珍宝的制作器具去变卖。小小满脸杀气的瞪着小宝，恶狠狠的警告他，日后若是不赔给他，定要活剥了他。在倾尽家底并接连服用金元丹后，山神谷上空灵气疯狂汇聚，225名师弟妹竟全员成功结丹。随即，一个震惊九华山的消息飞速流传，由于宗门掠夺物资，山神谷大师兄小宝为救师弟妹牺牲自我，被迫转修僵尸之道。宗门高层大震，生怕这支新进的结丹期力量因怨生变，急忙派冷寒送来梵天血舍利和魔之圣王令以示安抚。山神谷内，仙儿对着冷寒露出得逞的奸笑。这场集体转修的苦肉计不仅帮大家躲过了即将爆发的正邪大战，还白捡了2件灵宝级的至宝。冷寒听闻众人竟在死亡沼泽毒死了渡劫期的3手蛟，惊得目瞪口呆，不由感叹这帮家伙命硬的不讲道理。此时的小宝正躺在小内谷的古木玉棺中，在镇魔法阵的守护下炼化尸丹与精血，众人都以为他正在经历痛苦的嗜血蜕变，谁知几天后，棺材里竟传出了赵潇崩溃的呼救。大师兄醒了，但他不喝血，吵着要吃红烧肘子和油焖大虾。小小认定这是僵尸血脉在诱骗人心，坚决主张爱媛计划关足3个月，任凭小宝在棺材里把嗓子喊破，甚至大骂小小是营养不良，毫无女人味的青苹果。冷寒和仙儿也只是在一旁坏笑着劝他忍耐。独自被困在黑暗中的小宝百思不得其解，他记得自己吞下尸丹后本已全身将死，意识模糊间似乎有个神秘人强行往他嘴里塞了一堆东西，随后白菲那治愈的笑容在心底激起一阵炽热，竟生生融化了僵冷的身体。百无聊赖的小宝开始内视修行，却惊愕地发现丹田处并没有预想中的尸丹，而是一颗剔透晶莹，比寻常结丹期大上4、5倍的真元金丹。他虽不知为何自己尸变成了结丹，但既然出不去，索性闭目苦修，顺便将那枚魔之圣王令彻底炼化。3个月期满，在众人戒备森严的注视下，棺材盖缓缓移开。哇哈哈哈，肉呢？小爷要吃肉。小宝像头饿狼般从棺材里蹦出来，直奔厨房，当着目瞪口呆的同门面，风卷残云的干掉了3桶米饭和10几盘大菜。走出饭堂的小宝抹了一把油脂，站在阳光下舒舒服服的伸了个懒腰，看着大家那死活不信他还是活人的眼神，他呵呵傻笑起来，随即被涌上前的200多双大手揉捏掐按，在惨叫声中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带体温的人间烟火。山神谷的会客大殿内依旧热闹非凡，小宝可怜兮兮的缩在小板凳上，被众人团团围住。面对仙儿等人对他连跨5层直达结丹后期且没变僵尸的连番质问，小宝终于崩溃抗议，你们都问1万遍了，这就是小爷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得意忘形地大笑，小飞真是我的女神，冲筑基我想他就成了，这次想他又成了。众人一阵无语，冷寒满心嫉妒这小子的一步登天，小梅等人则担忧这种离奇进阶会有后遗症，提议去找连师伯看看，但眼下前线正值血战，宗门1月内折损6000余人，高层根本无暇他顾，更何况小宝一旦露面，众人难免会被抓去充军。我吃妈妈香，好得很。小宝拍着肚子大包大揽，多出200年寿命，小爷决定去学炼气，等小飞那未婚夫出现，我就炼一堆雷震子去炸死他，跟我抢女人找死。小小气得捶了他几拳，怒斥他发疯。为了给众人结丹，大家底子早已掏空，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了，拿什么供他学炼气？面对窘境，向来睿智的仙儿做出了决断，众人利用现有的丹药闭关几10年，冲刺结丹中期，而寿命最长的小宝则负责挑起为200多号兄弟炼制法宝的重担。为了支持他，仙儿毅然决定用自己的顶阶炼丹炉去换一尊炼气鼎。冷寒虽深知培养一个炼气师有多烧钱，但这帮生死兄弟值得他冒着挨骂的风险出手。他暗中操作，竟真的为小宝换来了一件顶阶法宝圣灵鼎。小宝也收起了平日的嬉皮笑脸，郑重接下了这个天文数字般的重任。炼气必先控火，小宝开始闭关，感悟体内那颗银润蓬勃的小金丹。他实在搞不懂别人千难万险的结丹期，自己怎么迷迷糊糊就成了，只能归结于傻人有傻福。一旦踏入这生生不息的金光大道，法力便远非御剑期那种用1分少1分的消耗可比。小宝运转九阳神功，随手一拳挥出，红色罡气轰然炸裂，惊天动地。随后他独自登上飞鸟岩绝顶，顶着凛冽罡风苦修。50多天后，他不仅练成了第5重天金刚护体神功和55重天圣战斗法，使结丹后期的法力达到醇厚顶峰。回城时还顺手牵羊，
带着毒蜂采了2大筐珍贵灵草，看着他脱胎换骨的进步，温柔的仙儿姐姐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在小宝脸蛋上落下一个甜蜜的吻。这带着鼓励意味的举动，直弄得小宝一阵尴尬。实力稳固后，小宝抱着那尊能大能小的圣灵鼎，正式开启了艰难的炼气修行。他日夜揣摩摩天崖的炼气之术，虚心向仙儿等人请教。从最微小的实验做起，师弟师妹们其实并没指望他真能迅速练出什么法宝，在他们心里，只要大师兄每天活蹦乱跳，一顿能干10碗饭，大家就心满意足了。而就在山神谷众人躲在世外桃源般安心修行时，神州大地早已化作血肉磨盘。宗门内那些手持凡铁、修为低微的热血小修士，正成批的死在邪魔手里。死亡终究是残酷的，为了保住这些底层弟子的性命，不再让他们白白送死，九华山高层终于做出决定，提前开启拜师大典。认真的男人最富魅力，小宝最近真下了狠心，没日没夜的钻研学习，这么多人的未来压在他一个人肩上，由不得他不急。某日晚饭后，向来软弱胆小的师妹子清竟红着小脸，破天荒的邀请他去自己的洞府。小宝从不在乎流言蜚语，随意的笑笑便赴了约。偏僻深邃的山洞里烛光闪闪，蓝色的轻纱随风飘扬，透着股幽冷凄凉的味道，仿佛人在这里，心也会跟着发痛。子清红着脸奉上茶，小宝打量着四周，随口打趣他既然跟小五分了手，怎么不找个双修道侣？子清羞答答的解释自己的差女剑诀，虚保处子之身，得到合体期再找也不迟。这话听得小宝心里一阵嘀咕，跟我说这么明白干嘛？看着子清满脸通红，双手不安的搓着，还支支吾吾让他千万别说出去的娇怯模样，小宝的心脏砰砰狂跳起来。难道他要表白？孤男寡女？他又特意强调自己是处子之身。小宝眼神狐疑的瞅着他，心里既提防他，强行扑来，又忍不住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心猿意马。面对那雪白的粉锦，他差点顺水推舟，但脑子里终究还是闪过了白飞的影子。就在他天人交战时，子清终于紧张的憋出了实情。其实我找大师兄是因为我的实验法器八门龙珠，最近8个珠子忽然全掉了。小宝一时没转过弯来，呆若木鸡的看着他，听子清焦急的解释完，他才明白，那是一个能预警天地灾变的土系法器。平时哪边发大水或地震，哪边的珠子才掉，几百年无事，如今8面全掉，意味着8方大水或大地裂同时发作。你有几成把握？小宝神色凝重起来，7、8成吧，可能就在100年之内。子清快哭了，我怕不准，所以不敢跟大家说，宁可信其有。小宝深吸了一口气，顿感压力倍增。如今出了九华山，更是凶险10倍，若山里再闹天灾，大家简直无路可退。子清，这是算一件大事，你放心，我谁都不说，一定想办法解决。安抚好患得患失的小师妹，小宝心情沉重的离开了山洞。而在他转身的瞬间，子清平凡的眼中掠过一抹淡淡的柔情。也许这位小师妹永远不会知道，因为胆小与自卑，她错失了一个永恒的机遇。人往往就败在停下脚步的那一瞬间，若能再进一步，便是海阔天空。回到小内谷，几个守卫师弟一脸贼笑的盯着他。若在平时，小宝定会去闹上一番，但此刻他满脑子都是师弟妹们的生死存亡，没几件靠谱的法宝，日后连出门寻找接单材料都是送死，更别提应对天灾了。他坐在房前的木桌旁，对月长叹。毒蜂幻化出人形，贱兮兮的凑上来，还以为小宝是被女孩子拒绝了。少废话，小宝没好气的打断他，我问你，要是发大水或大地震，怎么能保全200多个人？毒蜂得意洋洋的提议造一艘飞船法宝。小宝白了他一眼，且不说缺灵石，自己连炼气师都不是。他又寻思着去凡间买艘大木船应付洪水，绝对不行。毒蜂把大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小主人，你没见过真正的天灾，灵山宝地的灾变往往伴随着妖魔破风，世俗的大船根本不顶用，遇上那些控制魂魄的妖魔就是个死，必须得有一件中阶法宝级别的飞船才行。中阶法宝一样切实的材料。小宝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大腿，呀，对呀，那时候我们不是杀了一头3手蛟吗？话音未落，小宝便拉上毒蜂，一溜烟的直奔山神谷的隐秘仓库而去。小宝直奔山神谷深处那分了4层的隐秘地下仓库，围着那张几百米宽的3手蛟龙皮直打转。仙儿气喘吁吁的跑来阻止，点出这蛟皮背部有道深不可测的致命裂痕，绝非他们这群小辈的能力所为。他笃定这一切连同小宝死里逃生，全是那位失踪300年的天人期大修士飞元师尊暗中相助。小宝却不屑一顾，冷笑连连，正大放举此说，要是这老家伙敢出现，自己非海扁他一顿不可。话音未落，一个挂着9个迷你骷髅头项链、半僧半道打扮的2米巨汉像鬼一样凭空出现。你海扁一个我看看。巨汉正是飞元。小宝眼中贼光一闪，回手就是一记阴招，猴子偷桃。当金光爆闪，飞元被逼得闪到一边，擦着冷汗破口大骂，你个小猴崽子，下手够黑的。小宝一翻白眼，毫无尊师风道之心，师徒重逢全无半点感人画面。小宝一口咬定没证据证明老登帮过忙，反而大倒苦水，抱怨门派不发物资，连将来替他照顾徒弟的口粮都成问题。仙儿心领神会，在一旁猛唱红脸，把飞元捧得飘飘然。借着这股热乎劲儿，小宝顺势敲竹杠，抛出条件：一要飞元助他成为法宝级炼气师；2要造一艘能装下所有人的无敌战斗飞船；第3个条件暂且记下。飞元大手一挥，豪爽应下，但也开出条件，要包圆小宝后月埋的极品猴儿酒。仙儿大方替他答应，惹得小宝抓狂大叫，好说歹说，才将36坛砍到了10坛。谈妥之后，飞元才得意洋洋的透了底。当初小宝吞下尸丹和尸黄金血没变僵尸，全靠他大发善心，动用了压箱底的宝物保命，
这才让小宝连升5级。小宝嘴硬不认账，当场挨了一记泰山压顶。次日饭堂，飞猿展现了比小宝更恐怖的饭量。酒足饭饱后，这位半神高人坏笑着给小宝赐了名，既然老夫姓袁，你小子又猴精猴精的，干脆就叫猿猴吧。众师弟妹惊恐万分，纷纷替大师兄求情，生怕这名字日后丢人现眼。飞猿牛眼一瞪，强势镇压了所有反对意见。小宝对这破名字倒是一脸无奈的认了命，转头便向大家宣布了师傅要造巨型飞船的承诺。几百号师弟妹狂喜之下，默契的齐刷刷下跪，高呼对师傅的敬仰如滔滔江水。唯独小宝站得笔直，面对飞猿不满的质问，他振振有词地搬出老登300年前的教诲：师傅，您忘了自己唯一教过我的话了，天地君亲师，一概不跪。您的教诲我可是一直铭记于心呐。飞猿被噎得干咳一声，为了掩饰尴尬，大手一挥，便带着这滑头徒弟直奔小内谷，开始了顶阶炼气术的倾囊相授。来到小内谷简陋的炼气处，看着一穷二白的环境，飞猿一眼便看穿了小宝独自背负众人未来的辛酸与压力。师徒二人聊起了修仙界的残酷法则，飞猿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小宝的致命软肋，心太软，若能在结丹期果断舍弃一部分人，也许会有上百人能活着到达合体期。如今他非要拖家带口，一旦出事便是全军覆没。小宝低着头，道理他都懂，但他骨子里的执拗却无法妥协。如果师父不出现，我就跟他们生生死死耗在一起，就是个盖。飞猿苦笑，断言小宝若离开仙儿，估计没几天就得死。他千叮万嘱，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绝不能离开这个金鱼算计的丫头。同时，他向小宝下达了最后通牒：这支200多人的队伍，到了大道初期必须解散，凝结原因需直面心魔，靠的是个人机缘。若还孩子气的死绑在一起，必应了慕强则折的古话。他特意让小宝把这话转告仙儿，免得那丫头将来把所有人算计进死路。最怕孤单的小宝听得直皱眉，飞猿便打趣让他去找个痴情专一的女人，却也感叹自己活了4000多年，这种女人也寥寥无几。随后飞猿话锋一转，敏锐地察觉到小宝幼年受过奇寒，顺势道出了九阳神功最恐怖的副作用——擒毒之火。神功越深，情欲的毒火煎熬便越发猛烈，只要死守童子之身，修为便能突飞猛进，一旦破功，境界便再难寸进。小宝指了指额头的至纯金沙，一副乖孩子的模样，没心没肺地混了过去。接下来的30多年，尽管有半神师傅的倾囊相授和无数材料练手，小宝的炼气术依旧一事无成。这天夕阳西下，他尝试练剑，再次以失败告终，气得破口大骂。飞猿在一旁喝着小酒调侃，直言他根本没有对剑的执着。为了从飞猿嘴里抠出点窍门，小宝只得心痛地溜进后院地窖，挖出2坛400年的极品女儿红。他忍不住大倒苦水，抱怨自己当年在人间好歹是个富家翁，如今不仅要养活新来的1000多号人，还得隔3差5被师傅敲诈绝世美酒。飞猿痛快地灌了口酒，点拨他练气的窍门就在于顺从心底最强烈的兴趣。雷震子毁天灭地，帅死了！小宝猛地一拍脑袋，兴奋地大笑，到时候我就练出这个，炸死白飞那个未婚夫，横刀夺爱。飞猿大笑，彻底肯定了这条疯狂的商机。他们修炼九阳神功，天生属火，而金刚护体神功则赐予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防御。旁人炼制爆炸法器，失败一次就粉身碎骨，但他们却能仗着绝顶防御无限次试错，这就是他们独有的大道。茅塞顿开的小宝趁机追问巨型战船的进度，飞猿却一脸无奈，叹息即便用上了3手胶的蛇皮、私藏的黄鸟内丹和圣兽幽丹，甚至搭上金鹏羽、鲲鹏背，勉强能凑出一件低阶灵宝逆风神舟，但终究还差最核心的顶级飞行妖兽材料。只要能飞的就行。小宝眨了眨眼，呆呆的从怀里摸出几片流光溢彩的物件，试探性的问：小九天神龙的鳞片行吗？完整的，没有破损，就是不多，只有3片。正发愁的半神飞猿眼珠子猛地一凸，当场失态。我靠！飞猿看到小九天神龙的鳞片，气得当场暴跳如雷。得知小宝就是传闻中单挑神龙的修仙界第一傻蛋，且曾经拥有20多片完整龙鳞，还把剩下的随手送人后，飞猿气得一记泰山压顶砸下，逼问龙鳞的下落。不久，仙儿的云梦小竹楼里便传出哀嚎，小宝一脸坏笑的戳穿了仙儿的私藏。心痛不已的仙儿被迫交出剩下的7片残鳞和几人的私藏底蕴，小小气得要跟小宝拼命。飞猿却得意大笑，表示自己绝不贪图小辈的东西，这些稀世材料全都会用来给他们造战船。小宝正得意洋洋的畅想当船长遨游世界，仙儿却气急败坏的训斥他糊涂，认为眼下倾尽所有去造一艘船纯属败家，集中力量帮大家炼制本命法宝才是正途。然而身为天人中期大修士的飞猿却力排众议，他坦言自己近期时常心慌悸动，唯独听到小宝提议造战船时才会感到莫名的心安。出于对这种冥冥中直觉的信任，他决定照小宝的路子走。仙儿无奈只好妥协，开始制定未来的航程计划。几十年的光阴在爷俩热火朝天的炼气中一晃而过。这天赵萧破门而入，打破了山神谷的宁静。冷少爷手下的100多号精锐个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闯进谷中大吵大闹。他们在前线死伤惨重，法器飞剑尽毁，竟跑来向九华山最穷的山神谷借兵器，理由是山神谷的人龟缩不出，兵器留着也是浪费。面对欺上门来的同门，赵萧等师弟义愤填膺，嗷嗷叫着要冲锋拼命。飞猿却在一旁冷嘲热讽，感叹这帮人在小宝的庇护下全成了不长脑子的白痴，同时大有深意的提醒小宝别带着你的剑去，要不然拿不回来。小宝不顾飞猿的冷言冷语，率领200多名结丹期师弟妹和1000余名小弟子，气势排山倒海般压了过去，将那群残兵败将团团围住。看着这帮杀气腾腾、
下跪哭求着要拿兵器回战场救兄弟的铁血汉子。小宝心里虽有不忍，但身为一家之长，他绝不能软弱退让。正当他大步上前准备下令拿人时，谢儿急匆匆地扑上来拦住了大家。小宝，帮帮他们吧，冷少爷的情我们不能不理啊。谢儿悠悠地劝道，竟提议将山神谷仅有的法器飞剑全部拱手相送。小宝猛地愣住，大步上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仙儿。以仙儿极度冷漠、算无一策的行事风格，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同门之义，舍弃他们仅剩的家底？在仙儿眼神慌乱躲闪的那一瞬间，小宝全明白了，能让他如此失态、如此不顾一切的，只有他心里的那个男人，那个家世显赫、出类拔萃的冷寒。原来姐姐爱的人是他。小宝什么都没说，他将手中珍贵的道器飞剑狠狠砸在地上，决然转身离去。在他身后，200多名为他马首是瞻的师弟妹们默不作声，纷纷将自己唯一的佩剑丢给了那些残兵。回到宁静的小内谷，希儿红着眼眶扑上来，拉着小宝追问是不是讨厌他了。小宝甩开手，愤怒地质问他为何凡事隐瞒，连同门之间都不能坦诚相待。希儿哭得梨花带雨，却依旧理直气壮，大吵着说这是为了逼小宝放下那不切实际的大包揽心态。我不使点手段，你什么时候能放下？在我心里，你比我喜欢的人更重要。看着姐姐流泪，小宝心软了，他深吸一口气，郑重承诺自己绝不退缩。但若真到了背负不起的那天，他愿意听取仙儿的进退取舍之道。仙儿破涕为笑，话锋一转，打趣说两人的处境其实差不多，心上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但与小宝的苦练不同。仙儿自信满满的表示，冷少爷早已是他圈套里的小绵羊。小宝一听，满脸崇拜的求姐姐传授隐忍夺爱的秘籍，只要能娶到白妃，叫祖奶奶都行。仙儿得意的包揽下此事，扬言要将九华山第一美女玩弄于股掌之中。得到军师承诺的小宝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回去练气。这一炉竟意外的成功了。庆祝大典上，山神谷1000多号人齐聚一堂，对着台上那把低阶火系飞剑欢呼雀跃。小小开心的很亲了小宝一口，大喊着爱死你了，顺势又敲诈了一只极品五毒兽。那晚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次日，看着师弟妹们递来的一沓沓法器图纸，小宝苦着脸开始了漫长的练气岁月，失败了194次，才砸出第2件成品。好在几百号人每天漫山遍野的搜罗材料供他挥霍，在海量资源的堆砌下，他的成功率终于从200%稳步提升到了50%。某日，风流潇洒的冷寒一脸疲惫的找上门来，尴尬的为部下讨要飞剑的事道歉。小宝全不在意，反而心疼老大如今的处境。他刚想拍胸脯出去帮忙拼命，就被仙儿迎上前一口回绝。冷寒也极力劝阻，直言如今外面大妖横行，小宝没装备出去纯属送死。看着小宝在仙儿的庇护下安稳度日，冷寒感慨万千，随口提起白妃也变了。原来白妃不仅与未婚夫见了面，更亲眼目睹了守护自己的姑姑被人斩首。如今的她满身血污与杀气，在兽群里一见一个，彪悍无敌。小宝听得目瞪口呆，却依旧对那个未婚夫咬牙切齿。冷寒泼了盆冷水，警告他若使不出当年那昙花一现的轮回眼，目前绝对打不过人家。送走落魄的冷老大，小宝于心不忍，埋怨仙儿太狠心。仙儿却瞪着美目，传授了他那套冷血却高效的算计哲学，想要永远立于不败，就要永远忍住不出手，不断改变自己，强大自己，默默守护着他，直到最后一刻下狠心一击必胜，才是笑到最后。小宝听得似懂非懂，傻乐着以为只要默默守护就能抢回白妃。看着他这副天真模样，仙儿暗自叹息，若到了最后一刻下不去狠心，终究还是输个精光。不过得知仙儿并未刻意去害冷寒，只是在冷寒身边安插了几个眼线以应对残酷的轮回之战后，小宝也释然了。这世道太乱，麻烦事就交给聪明的姐姐去算计，自己只要守护好身边的人，拼命修炼就足够了。几年后，一艘100丈长的青色巨型飞船在山神谷腾空而起。这艘巨舰宛如天神下凡，不仅配备了巨型法力炮，各种生活与战斗设施更是一应俱全。试航这天，小宝特意换上一身自制的黄金战甲，手持黄金大杵，在甲板上狂傲的高呼：无敌战舰正式启动，兄弟妹们跟着小爷杀！没等他把帅耍完，小小就从舱门探出头，破口大骂他炒毁了自己的实验，指挥众人赶紧就位。一旁的星儿看着这艘巨舰，暗自心惊。他不得不承认，小宝这种包揽一切的宏大格局，确实是他这种精于算计的人所无法企及的。不过这飞船也有个致命缺陷，它无法像法宝那样自由缩放，且是个吞噬灵力的无底洞，只能在灵气充裕之地勉强运转。随后的4年里，小宝仿佛发了疯，独揽财政大权，逼着200多号结丹期修士暂缓修行，漫山遍野的收集松柏之叶来无限期保存食物。仙儿虽有微词，却也只能由着他折腾。谁也没料到，就在物资储备刚完成不到1年的某个深夜，一场天地色变的特大洪水裹挟着狂风骤雨，从4面8方吞噬了九华山，整个山神谷瞬间沦为泽国，无数低阶弟子在洪流中绝望挣扎。千钧一发之际，小宝驾着大船神兵天翔，他骚包的背着手立于船头，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仿佛俯瞰苍生的救世主，满心期待着同门们落汤鸡般的崇拜。小小拼死抢救出一堆家底，狼狈逃上甲板时连小腿都磕破了。看着小宝那副欠揍的得瑟样，他气得牙痒，却也只能强忍怒火，赶紧转身去拉水里的同门。小宝背对着众人摆了半天造型，却迟迟没听见预想中的欢呼。他疑惑地问旁边的毒蜂，却见他捂着肚子狂笑不止，直呼人类太搞笑。小宝回头一瞅，差点气晕过去。甲板上哪有人崇拜他，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受惊的猪马牛羊到处乱窜，
而获救的上千名弟子正齐刷刷站在法力大阵中，拼命输出真元，死死维持着飞船的护照。不行了，暴风雨太可怕，能量要耗尽了。仙儿厉声嘶吼，果断启动了强制吸能大阵。小宝再也顾不上耍帅，一脚踹飞毒蜂，火速冲进阵野，疯狂催动体内金丹。然而天地之威太过恐怖，即便众人拼尽全力，飞船一侧还是被毁灭性的巨浪击毁。生死关头，仙儿红着眼下打了死命令，小小用那个。哪怕损伤道行也顾不上了，小小满脸肉痛的祭出一面碧绿的无极阵盘，大阵一转，犹如抽筋拔骨般强行激发了所有人体内的潜能，一股空前绝后的法力冲天而起，险之又险地重新撑起了护罩。众人齐心协力，在这场天地之怒中死死硬抗了一天一夜。当暴风雨终于停歇时，所有人因法力枯竭瘫软在甲板上。放眼望去，逍遥峰已没入水底，天地间唯余茫茫大水。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绝境中活下来了。暴风雨初歇，仙儿和小小立刻停了法阵，众人法力透支，纷纷脚软的瘫倒在甲板上喘息。谁知这口气还没喘匀，一头受惊的小牛犊竟在失去阵法屏障的甲板上横冲直撞，直奔几个吓得花容失色的女修而去。没死在天灾里，倒要死在自家养的牛蹄下。小宝强忍着浑身酸痛爬起来，大喝一声冲上前，单手死死顶住牛角，硬生生凭借肉身蛮力将这头疯牛掀翻在地。他气急败坏的把虎头军大队长范师弟揪出来一顿臭骂，责怪他把这群同胞兄弟带上船添乱。范师弟却苦笑着辩解，这全是为了一船人将来的口粮。看着满甲板乱窜的猪马牛羊和漫天乱飞的鸡，小宝强压怒火，迅速下达指令分工作业。男修跟着他去解决大型牲畜，女修则由仙儿和小小带领去抓鸡。男人们手拉手结成人墙，再加上毒蜂在一旁用长舌头威吓，没费多少功夫便将大型牲畜全赶进了棚子。完事后，这帮大老爷们全悠哉的看着女孩子们抓鸡。失去法力后，修仙者真未必跑得过这些长着翅膀的家禽。女孩子们被溜得气喘吁吁，甚至被鸡爪挠花了脸，却连根鸡毛都没捞着。听着男人们幸灾乐祸的爆笑，小小气急败坏的冲过来狂捶小宝，控诉分配不公。仙儿也冷着脸用起了激将法，当场设下赌局，若是男人们不用法力能把鸡全抓住，女修们就在水灾期间伺候他们端茶倒水；若是抓不住，男修们就得乖乖给女孩们担洗脚水，真是厕所里点灯找屎。小宝大笑一声，拍着胸脯替兄弟们应下了赌约。本以为手到擒来的男修们嗷嗷叫着扑向鸡群，结果却上演了一出群魔乱舞的滑稽戏。除了胖子范师弟勉强压住两之外，几百号大老爷们连一根鸡毛都没抓到，反被女修们笑得直不起腰。看着这帮丢人现眼的师弟，小宝恨铁不成钢的怒吼一声，亲自下场。他双眼瞪得溜圆，死死盯住那月最耀眼的花羽大公鸡，大步流星的一人一鸡在几百米长的甲板上展开了生死时速。几十个来回下来，那月战斗机公鸡终于力竭，被小宝一把薅住翅膀提了起来。他满脸狰狞的狞笑，大喊着今晚就要把它炖了。提着公鸡，小宝忽地深吸一口气，收起嬉笑，神情肃穆的走到众男修面前，振臂高呼，看到了没？什么是爷们？不管干什么，男人就得有这股虎劲儿，连只鸡都抓不住，以后拿什么去修仙界争夺天材地宝？我问你们，你们是爷们吗？是。被彻底点燃热血的男人们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这股不服输的悍勇之气被瞬间激发，仅仅5分钟，几百只鸡便被男人们尽数捕获。这看似荒诞的一幕，却在这群年轻修士心中铸就了难以磨灭的情谊，也让小宝的英雄领袖形象彻底扎根。随后，在这场淹没9华山的洪灾中，小宝遵循仙儿的计策，驾驶着物资充沛的巨舰四处游走，搜救同门。许多失去落脚点的高峰修士也纷纷登船避难。这支曾经最穷酸、最遭人白眼的队伍，借着这场天灾，正式开启了他们名利双收的传奇。10几天后，大水退去，仙儿带着小小和小梅直奔宗门情报部，凭借他算无一策的本事，去为山神谷据理力争，讨要救人赏赐了。飞猿也光着膀子，气喘吁吁的飞了回来，他随手甩给小宝2大袋战利品，足有数万块中高峰灵石的横财。飞猿瞪着牛眼，试图用这笔巨款撬开小宝的嘴，弄清他提前预知洪水的秘密。小宝却奸商附体，死活不松口，还琢磨着怎么把手里的筹码利益最大化。见小宝油盐不进，飞檐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冷寒出事了。原来这场大水是万怪宗的阴谋，冷少爷因贪图法宝无意中触动了封印，惹下弥天大祸。若非家族隐士高人出面保命，他早死透了。如今被罚在9世苦难峰受刑500年，要在无休无止的生死幻境中受尽折磨。听闻好兄弟的惨状，小宝急得红了眼眶。飞檐祭出千里镜，画面中向来清雅潇洒的冷老大正在崖上苦苦支撑，行销鼓励。小宝一看，当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飞檐见火候已到，慢悠悠的品了口茶，抛出了底牌，以上古掌门颁发的免死金牌，借用一次为条件，换取小宝的秘密和10坛美酒。小宝抽泣着，奸商本能却瞬间上线，他毫不客气的一把抢过金牌，大言不惭的表示要先去验验货，等把老大救出来再回来结清秘密和美酒，气得飞猿直跳脚。众目睽睽之下，小宝踩着一把刚造出来的劣质低阶土系飞剑，歪歪扭扭，随时会坠机般的赶赴9世苦难崖。看到他这副滑稽又狼狈的模样，阴郁了多日的冷寒终于破涕为笑，连连感叹被这家伙打败了。面对绝境，冷寒反倒看开了，他不仅不要小宝冒险，还仗义的嘱咐小宝放心去追白飞那个未婚夫，不过是长辈间的人情局。他严厉警告小宝千万别胡来，悬崖下方就是镇央大殿，里面坐镇的全是化神、渡劫期的老怪物，
稍有差池便是灰飞烟灭。小宝眼中闪过一丝凄凉，却全然无视了兄弟的警告。他转过身，直面令人胆寒的镇央大殿，疯狂运转九阳神功，用震天动地的声音发出了惊天怒吼：上古九华山掌门，免死金牌在此！冷寒吓得一头冷汗，惨叫着直呼小宝疯了。而伴随着小宝这声破釜沉舟的狂吼，天空中瞬间聚集起密密麻麻数以万计的御剑高手。这小子只要一出场，总能用最不可理喻的方式搅动起全宗门最大的风云。踩着灵宝级飞剑的掌门莫问天正大感头疼，还没弄清小宝为何没变僵尸反而结丹了，就见小宝大呲呲的掏出一块瑞兽金牌，这是我好师傅给的，认识不？莫问天隔空射过金牌，定睛一看，竟是上古亲书祖师遗物免死金牌。他这才恍然大悟，当年平阳大战为九华山力挽狂澜的，竟是那位神秘的飞猿师尊。小宝见牌子好使，立刻得意忘形的要人。冷寒吓得直冒冷汗，莫问天却顺水推舟，高声宣布禁令如见人，今天小宝说什么就是什么。此言一出，天上数万修士吓得差点集体自杀。谁敢信大掌门居然要听一个小辈发号施令？小宝深谙见好就收的道理，立刻换上一副毕恭毕敬的乖巧模样，只求赦免老大的罪过。正愁没台阶下的莫大掌门身心舒畅，当即借坡下驴，下令放人。九世苦难风阵法刚开个口子，重获自由的冷寒狂笑着冲出，可偏偏一道榴弹般的小火球跟着飞出，准准砸中小宝。他脚下那把励志飞剑当即失控，伴随着一声惨叫，小宝大头朝下，狠狠砸进山脚的泥土里。冷寒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却见小宝灰头土脸的从人形大坑里爬出来，除了咳嗽，连皮都没破。这点高度，对练就金刚护体神功的他来说，简直是挠痒痒。处决天小儿，眼看我徒弟摔死也不救一把。飞猿护短的怒吼忽然响彻天际，被点名的成衣老道冷哼回对，直言小宝救的是害自己损失惨重的罪魁祸首，况且单挑神龙的高徒，怎么可能摔死？飞檐气焰嚣张的顺杆爬，放话要顺手把神龙抓来给小宝当坐骑。好啊，师傅你说的，不许反悔。小宝仰天傻笑，远观的众人捂嘴偷笑，躲在暗处的飞猿则被这顺杆爬的徒弟气得逆血倒流，再也接不上话。掌门莫问天赶紧打圆场，顺势点出小宝是炼气师，在如今的大战时期正是稀缺人锋。飞檐借机敷衍了两句便没了动静。冷寒郑重谢过掌门，莫问天温和的让他们去宗门储物阁领取炼器材料。回程路上，小宝坐着冷寒的高风云朵法宝，一路痛骂师傅是个会打劫的铁公鸡。看着小宝背后天人七大修士的靠山，算无一策的仙儿，还有200多个结丹期死中，冷寒暗叹30年河东30年河西，索性决定以后就死心塌地跟着这兄弟混了。谁知两人刚落回山神谷，飞云便猛扑上来，一把将小宝死死按在身下，掏出禅杖狞笑道：小药儿，不说出你预知洪水的秘密，老子折磨死你。看着师傅这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土匪样，小宝彻底无奈，他干脆召集全谷200多号人，直接把脸红的像西红柿的紫青请上台，将吐泻御景法器的事公之于众，并借机鼓舞大家全力研究各种辅助战剑的法术。这招破财免灾，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大丰收。师弟妹们的灵感大爆发，隐身、节能、雷达、火力增幅等战舰改造方案层出不穷。飞猿见状，立刻拎着紫青这个摇钱树回屋闭关去了，而小宝则拉着东瞅西看的冷寒，大摇大摆的开着那艘无敌巨舰，嚣张至极地直奔镇阳峰去领材料。穷了几百年的山神谷，这回算是彻底扬眉吐气了。回谷后，飞猿、冷寒和小宝在树屋品茶，小宝春风得意，大肆炫耀开着巨舰去领材料的威风，而冷寒却难掩落魄，自觉声名狼藉，难以抬头。飞猿毫不留情的冷嘲热讽，斥责冷少爷遇错只知寻死，远不如小宝遇强则强。小宝连忙安抚老大，坦言当年正是冷寒阳光般的照拂，才没让自己在阴暗中沉沦。哪怕冷寒承认当年的交好掺杂了长辈的算计，小宝也毫不介意。面对威望扫地就不散尽的窘境，冷寒甚至卑微的想在小宝麾下谋个差事。飞猿和小宝却默契的没接茬，只是点拨他自己去想办法融入集体，便双双起身离去。被一语点醒的冷少爷当即在心底做出了一个改变终身的决定。当晚，冷寒顶着一张僵尸脸敲开了仙儿的小竹楼，房内四菜一汤，仙儿双眼迷离，似醉非醉的拉着他坐到轻纱软榻上，10几杯烈酒下肚，向来算无一策的仙儿忽然卸下伪装，哭得梨花带雨。他柔弱的倾诉着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独自带领这帮不靠谱的家伙有多么心力交瘁。他感叹小宝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而自己急需一个真正的依靠。看着眼前楚楚可怜的绝色佳人，冷寒只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男人的保护欲彻底爆发。他一把将酥软入怀的仙儿紧紧搂住，斩钉截铁的宣告：仙儿，让我永远保护你，嫁给我吧。然而话音刚落，这位大少爷却僵住了。碍于大家族的规矩，他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表面醉倒在他怀里，人均踩着的仙儿，心底却在狂翻白眼：笨蛋，等你向家族申请，生米煮成熟饭才是王道。小处男，接招吧！他顺势一个翻滚，半躺在冷寒怀里，看似无意识的扯乱了衣衫，大片雪白的肌肤和诱人的曲线尽数展露在柔光下。被美色与豪情彻底冲昏头脑的冷大帅哥，一把抱起这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尤物，大步迈向了红夺纱帐。次日清晨，满是春色还未散去，门外就传来了小宝下风紧的砸门声和坏笑。屋内光着身子的两人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穿好衣服冲出去，把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痛扁了一顿。早饭时，鼻青脸肿的小宝当众宣布了2个重磅消息：一是全面武装师弟妹，随时备战；二是仙儿和冷老大要成亲了。
满堂众人惊得集体喷饭。几天后，深受刺激的小小踢开小宝的房门，对着仙儿那滴水不漏的吊凯子计划书大发酸醋。小宝只好搬出冷寒那2个同样帅气的表哥冷言、冷厉来画饼，才算安抚住这只母老虎。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小宝得意地宣布，师傅已赐他随师娘姓，从此更名钱小宝。小小和小梅一听，也顺势跟着改名钱小小、钱小梅，乐呵呵地告别了没名没姓的孤儿岁月。不久，冷寒率领钱小宝的部属和10几名心腹，驾驶着无敌号战舰，在魔兽战场上打了一场极其漂亮的伏击战，将妖宗的巨山兽杀得七零八落，缴获海量物资。这一仗，仙儿以帮冷寒恢复名誉为由，强行把小宝按在了大后方。钱小宝嘴上没说什么，但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巨舰在别人手里大放异彩，心里总觉得独得慌。尤其是回想起师傅飞猿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更觉得一阵胆寒，仿佛在这场不留痕迹的权力交接中，自己莫名丢掉了某种极其宝贵的东西。但无论如何，这场璀璨的胜利让冷寒的名头再次响彻九华山。而在万众期待他们再创神话时，冷寒的世纪婚礼已然提上了日程。几个月后，震阳峰清远山谷迎来了冷寒与仙儿那举世闻名的世纪婚礼。上万名修仙者齐聚一堂，钱小宝带着师弟妹们在偏院举杯痛饮。正欢唱时，一身大红旗服的冷寒将他拉进人群，非要他这位妙笔丹青为新人题字。小宝本想推脱，但见冷家2位表哥在一旁似有轻视之意，他便不再客气，走到案前，他素笔轻挥，一气呵成写下一副绝世对联。上联乾八卦坤八卦8864卦卦卦乾坤已定，下联鸾9声凤9声9981声声声鸾凤和鸣横批天作之合。子联一出，满座皆惊，连冷寒那几十年不苟言笑的天人妻老爹都连声叫好，命人立刻表挂于新房。小宝大出风头，那2个本想卖弄的冷家表哥只得灰溜溜的捏着鼻子溜了。功成身退的小宝回到同门桌前，看着周围成双成对的师弟妹，心中那份形单影只的落寞如野草般疯长。正准备借酒浇愁，师妹云巧猛地一拽他，白飞来了。即便历经岁月，白飞那绝美的容颜依旧未染一丝风霜。当钱小宝转头时，心中那道曾为他裂开的旧伤再次被狠狠撕扯。更让他不知所措的是，这位万众瞩目的九华山第一美女竟径直穿过人群，走到了他面前。在无数公子哥极度的要杀人的目光中，在师弟妹们连踢带踹的起哄声下，满脸通红的钱小宝跟着白飞走向了一处幽静的小树林。布下隔音结界后，白飞那古井无波的清冷瞬间化作了一抹哀伤。他此番放下身段，只因师傅在与邪魔血战中重伤垂危，急需1000年以上的灵草续命。而遍寻宗门无果后，传闻中富得流油的钱小宝成了他最后的希望。看着他急切恳求的模样，小宝心中暗爽，他终于求到了自己头上。他故作拿捏，摆出一副奸商的姿态，调侃说自己的1000年灵草得留着防备走火入魔。白飞急得直跳脚，甚至赌气说要拿所有身家来换。面对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眸，小宝的奸商面具瞬间土崩瓦解。他叹了口气，松风道：“我有一株1000年7星连珠，想换你身上的一件东西。”白飞大喜过望，慌不迭地往外掏时空飞剑、飞羽绫罗裙等一堆惊世骇俗的顶级灵宝。小宝笑着拦住他，只约他日后去山神谷拿药。白飞又气又笑，娇嗔地捶了他一拳，责怪他把救命神药随手乱丢。这意外的身体接触让钱小宝瞬间荡漾在幸福的眩晕中，一直到回席都没缓过神来。婚礼落幕，钱小宝驾着逆天神舟载着众人返程，哪知半路却被一大群嫉妒心作祟的公子哥拦住了去路。最要命的是，白飞就在一旁看着，绝不能在心上人面前跌份。钱小宝彻底杀红了眼，他宛如一个嚣张至极的暴发户，仗着神舟无敌的防御，疯狂抛洒出几千颗初阶铁炮弹、中阶历练弹，甚至动用了土系巨炮陨石天翔。一场好好的修仙斗法硬生生被他砸成了惨无人道的狂轰乱炸，追击者被炸得人仰马翻，惨叫连连，直到宗门长老出面才强行压下这场闹剧。回到山神谷，钱小宝毫不意外的喜提九华山第一败家子的称号。宗门震怒于他的胡闹，以支援战争为名没收了他所有库存的爆炸道器，并勒令飞猿严加看管。面对宗门的打劫，面上装的心痛滴血的钱小宝，心底却连呼痛快。千金散尽又如何？只要没在白飞面前丢人，这一切就值了。大不了再多练几次手。没过2天，为了避人耳目，白飞悄悄找上门来。2人同乘木车潜入小内谷时，面对近在咫尺、眨着大眼睛的绝美容颜，钱小宝心如鹿撞，险些失态。暗处不放心的飞猿更是全程盯梢。一入谷，白飞便被这宛若世外桃源的宁静迷住了。他像个卸下重担的孩子，在幽香的药园里与小灵兽追逐嬉戏，连求药的正事都抛在了脑后。钱小宝静坐在木台上，捧着书，满眼都是他无忧无虑的模样，只愿将这绝美的画卷刻入心间。疯玩了一阵，白飞落回他身边，眼神却重新暗淡下来。连年的血战让他看透了生离死别，他凄然断言，在这残酷的修仙界，没有实力的人根本不配谈永远。为了不再承受失去在意之人的剜心之痛，他决意彻底封锁内心。钱小宝心痛的上前，坚定的承诺自己的爱绝不会变，并半开玩笑的邀请他留在后方，给自己当副手大发国难财。白飞被他逗笑了，却依然坚守着回前线与师门共进退的底线。钱小宝不再勉强，摸出装有1000年灵草的锦盒递过去，却拒绝了他试图交换的一堆惊世顶级灵宝，只提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条件：1000年灵草换你最喜欢的裙子上第3粒衣扣。白飞羞愤交加，捂着领口骂他贼头贼脑，却还是红着脸将衣扣扭下丢给他，换上了小宝找来的一件宽大白风。他羞恼的声明，这枚独一无二的衣扣便是一件信物，
日后定会尽力帮他一次。临别前，钱小宝将2袋烈焰弹和1枚能相互感应的灵隐玉佩硬塞给他，千叮万嘱打不过就用钱砸。白飞无奈收下这份土豪的关切，临走时笑着告诉他，自己觉得他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从90苦难崖摔下去还傻呵呵说没事的那一刻。送走家人，小宝正站在谷口惆怅，飞猿忽然跳出来，一拳砸在他脑袋上，狂赞他谈判技巧高超。老疯子以5000年的毒辣眼光分析，这每一口简直是神来之笔。将来白飞一旦飞升，凭着信物，小宝便能在天界谋个安稳差事，几千年的痴情，甚至还有5%的几率能彻底打动他。不仅如此，飞猿还残酷地揭露了天界物价奇高，底层神仙连碗肉丝面都吃不起的现实，告诫他赶紧把相思琢扩容，抓紧在人间多囤积极品零食和美酒。时光悠悠，400年转瞬即逝。这期间，钱小宝的炼器造诣突飞猛进，不仅中阶飞剑信手拈来，更时常打造出民动一时的高峰乃至顶阶道器。战争期间，他被宗门当成机器般连轴转，但由于他为人随和，从不摆谱，宗门也毫不吝啬各类赏赐。当然，深谙奸商风道的他，自然没少借着炼制失败的名头私吞极品材料。背地里跟着仙儿他们大发横财，为将来的天界生活默默积攒着雄厚的资本。钱小宝背地里发财的手段极为谨慎，表面上他是那个两袖清风、大公无私为九华山无偿炼器的好师伯，暗地里他却总是一个人躲在小屋里，摸着脖子上那串由小飞衣扣做成的项链，美滋滋地盘算着自己中饱私囊的极品材料。这年入冬，小萝莉女鬼差冰瑶罕见地跑来串门，连年血战让九华山附近死伤无数。他这个引领魂魄的鬼差被繁重的工作量折磨得几近崩溃。冰瑶不仅带来了即将打响最终决战的惊人情报，还大方地甩给小宝一堆从同行那里换来的极品阴冥之物，其中甚至包含1小瓶上界血域霸者等级的僵尸精血。他千叮万嘱小宝要省着点用，生怕这个傻呵呵的好朋友真变成六亲不认的僵尸。正说着，一阵阴风刮过，冰瑶感知到又有一大片死尸产生，只得急匆匆地破开虚空赶去引魂。次日天还没亮，小樱便领着几个女弟子红着眼眶找上了门。前线战况惨烈至极，因为极度缺乏防御法器，许多同门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捣魔族的攻击，甚至不惜自爆金丹与妖魔同归于尽。小樱哭诉着其他炼器师的自私冷血，对慷慨大方的小宝师伯愈发感激。看着他们伤心欲绝的模样，小宝不仅搬出一番温文儒雅的大道理安抚，更毫不吝啬地将这半个月炼制的所有道器全数捐出，又一次稳稳收割了前线弟子的感恩与人心。打发走小樱后，钱小梅悠悠地从后方现身，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小宝这套清廉做派背后的精明。在这个战乱时期，那些端着架子的炼器师早晚会被宗门清算，而小宝这种看似无私的奉献，不仅保全了名声，更让他拥有了源源不断、名正言顺的极品炼手材料。闲聊中，两人谈及小宝停滞的修为，整整100年，他不仅炼器没落下，修炼也从未间断，连突破所需的备用丹药都囤足了双份，却始终卡在合体期前的那层薄膜上无法寸进。小梅调侃他总能逢凶化吉，大家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他的死活了。话锋一转，小梅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为了帮他得到白飞，算无一策的仙儿早已在白飞及其未婚夫蒙啸天身边安插了死间眼线，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就算拼了命也会助他上位。面对仙儿这种令人胆寒的驭人手段，小宝虽不愿用手段去算计心上人，但心底对这位姐姐的感激与无奈却更深了。收下小梅送来的新一批珍贵材料和仙儿的密信，小宝摇头苦笑，独自向小内谷深处走去。行至一处偏僻的山崖边，一股不同寻常的血腥气机瞬间引起了他的警觉。小宝条件反射般的拔出新炼制的顶阶道器丰都飞剑，左手按扣2颗烈焰弹，轮回眼瞬间开启，小心翼翼地向前摸去。雪地里趴着一个生死不知的女孩，她有一头极其耀眼的紫红长发和白皙的脸颊，性感的身段包裹在破损的黑衣中。从她手中那柄金银长剑散发的血腥法力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道妖女。若是平时，小宝定会毫不犹豫地补上一刀，再把她身上的宝贝洗劫一空上交师傅。可眼下面对这个重伤垂死、容貌惊艳的魔女，这位向来精于算计的小爷却罕见地陷入了迟疑。面对雪地里重伤垂死的魔道妖女，钱小宝只做了1秒钟的思想斗争，便决定留下这个活口。修仙界风水轮流转，结交个魔道朋友，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大用场。他麻利地抹平雪地痕迹，将妖女抱进隐秘的地下酒窖。刚安置妥当，飞猿便带着大批宗门弟子杀气腾腾地赶来，搜捕那个狂妄的小妖女。小宝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脸傻笑地招呼众人喝茶，成功顶着败家孩子的骂名将师傅一行人糊弄了过去。回到酒窖，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要给女孩疗伤，就必须宽衣解带，这对一个守了400年童子身的宅男来说，简直是致命诱惑。为了防止对方暴起伤人，小宝强压着发抖的双腿，先用神功打出几道禁制锁死他的经脉，这才将他扒了个精光。擦拭上药包扎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大功告成时，钱小宝已是鼻血狂流，他一口气冲出木屋，扎进结着厚冰的深潭里，硬生生用体内暴走的热量将一池冰水融成了温泉。这一夜，小宝彻底失明了，满脑子都是那句令人血脉喷张的娇躯，体内的九阳琴毒更是如烈火般疯狂反扑。他习惯性的爬上屋顶，逆着白飞给的那里一扣仰望星空。为了压制琴毒和相思灼的能量，他不顾师傅的警告，强行将这2股邪恶力量引入轮回眼中封印。这条路极其危险，且转化缓慢，但他别无选择。如果不这么做，他的身体迟早会像师傅那样异变成巨汉。他可以忍受400年的寂寞，
可以隐忍白飞与未婚夫出双入对，但她绝不允许自己连一副清雅的容貌都保不住。黎明破晓时，这份伤感的宁静被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小色狼，敢脱我的衣服，占本公主的便宜，有你好看！重伤的小魔女不知何时爬上了房顶，像个护食的小泼妇般掐着腰破口大骂，奈何她毫无半点法力，刚想顺着梯子爬过来揍人，便扯裂了伤口，险些栽落。小宝无奈的飞身掠去，强行将她抱回地面。小魔女正要发作，目光却忽然凝滞在小宝额头的至纯金沙上，这独一无二的印记是绝世童子之身的铁证，神登徒子。小色狼的指控瞬间不攻自破，误会虽解，小魔女却依然嚣张。他趾高气昂地威胁小宝赶紧解开禁制，否则等他爹爹的大军压境，九华山必将覆灭。若小宝识相，还能捞个左护法当当。小宝端起一杯隔夜茶，慢悠悠地下了一口，好意提醒，你最好乖乖躲进酒窖，要是被我师父发现，你死定了。你师父算老几？本公主谁都不怕。小魔女满脸不屑，哦，既然谁都不怕，你怎么还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听这话，小魔女气急败坏地跳脚，谁知道九华山在哪冒出来一个拿日月禅杖的金身巨汉，那么厉害，我一个结丹初期怎么打得过？小宝憋着笑，悠悠地补了一刀。他叫飞猿，天人中期，正是家师。呀，小魔女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撂下一句晚上记得给我送饭，便头也不回的一溜烟钻进了酒窖。当晚，小宝端着饭菜下地窖，小魔女毫无心机的胡吃海塞，吃饱喝足后便开始摆主子的谱，教喝着让小宝伺候倒茶，甚至因为小宝动作慢了，还要动手教训下属。小宝一把接住他的粉拳，收起了往日的玩世不恭，认真的看着他，我救你不为投诚，不问正邪，只为交个朋友，等你伤好了，我自会放你走。小魔女愣住了，随即爆发出惊喜的笑声，在正派虚伪的君子堆里，居然能碰到这么个不讲立场的活宝，他当即认下了这个朋友，并顺势要求解开禁制。小宝断然拒绝，警告他只要泄露一丝魔气，就算大罗神仙也拦不住飞猿杀他。看着小魔女再次被飞猿的名头吓得缩到墙角，小宝不由好奇，这个连九华山大掌门都不放在眼里的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头？小魔女高傲的扬起雪白的粉颈，自报家门，她叫慕容天雪，乃是四大魔门之首慕容天恨的掌上明珠。听到钱小宝这土得掉渣的名字，他毫不客气的笑弯了腰，直呼丢人。闲聊中，钱小宝才得知他受重伤的始末，原来这丫头仗着父亲冰姐传功得来的短暂法力，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单枪匹马杀上九华山，还在大掌门的宝座上刻了字，结果没跑出护山大阵，反被飞猿一顿狠揍，全靠一枚小传送阵盘才侥幸逃进这小内谷。钱小宝心生悲悯，觉得杀来杀去太残忍，慕容天雪却嗤之以鼻，直言正邪之战本质就是争夺生存地盘，也是借机优胜劣汰，控制两派人数的平之道，就像天地间光与暗的互相制约。这番通透的言论，倒与钱小宝谨守自然之道，开心苟活的乐天哲学不谋而合，两人一时间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聊得投机，慕容天雪大方的从白色储物袋里翻出几颗紫色珠子，灭魔神雷。这宝贝威力极大，十颗齐发，连入劫期大能都得灰飞烟灭。钱小宝两眼放光，激动的大呼想要，还顺口抱怨自己做的烈焰弹威力太小，早就玩腻了。此言一出，暮雪猛地瞪大美目，气得直跳脚。原来眼前这个傻呵呵的家伙，竟是那个造出烈焰弹炸死无数魔门子弟的罪魁祸首。他叫嚣着要为民除害，炸死他，钱小宝却毫无大侠风范，满脸堆笑的连连讨饶。看着他这副没骨气的滑稽样，慕容天雪一肚子火发不出来，反倒被逗乐了。谈笑间，钱小宝忽然伤感起来，想到即使相安无事，未来也终要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师弟妹们老死，或在残酷的修仙路上陨落，他不禁悲从中来。见他情绪低落，慕容天雪顿时慌了神，为了哄他开心，随手拿出一个顶阶法宝炼气鼎相赠。钱小宝对鼎不屑一顾，却死皮赖脸的盯上了灭魔神雷的炼气方子。慕容天雪被他缠得没办法，丢给他一本银色小册子，便千叮万嘱绝不能大规模外传，更不许拿去炸他老爹。钱小宝兴冲冲的翻开禁书，却瞬间傻了眼。炼制神雷需要元婴期的丹火和中阶法宝的炼制实力，而他闭关100多年，连件低阶法宝都没成功过，真没用。慕容天雪嫌弃的嘟着嘴，却从粉颈上解下一条项链，将一块闪烁着银蓝光芒的金珠雪花丢给了他。此乃神物女娲泪。慕容天雪点名，正因为小宝眉心有至纯金沙的童子印记，才能吸收这逆天之宝。女娲泪一入眉心，钱小宝只觉一股洪荒的坚守之力在全身绽放，困扰他百年的炼气瓶颈瞬间贯通，他眼中看到的一切变得无比清晰，条理分明。他当即祭出顶阶炼气鼎，行云流水般的开炉炼气，一次成型。手握着生平第一把成功炼制的低阶法宝飞剑，钱小宝乐翻了天。投桃报李，小宝毫不吝啬的塞给小魔女一袋烈焰弹，几件稀奇道器，甚至搭上了仅有的一块顶阶灵石。小魔女顺杆爬，又敲竹杠般要走了3株千年灵草和一颗1200年的血参，这才心满意足。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凑在一起，钱先研究禁书上最简单的结丹期物品金空蛋，一口气造出200多颗后，两人一人分了一半，默契的约定出去后要炸翻天。伤势见好，慕容天雪却绝口不提离开的事。他们白天各忙各的，夜晚便并肩坐在屋顶聊天看星星。然而钱小宝却逐渐感到一丝不妙，这丫头看自己的眼神越来越水润红晕，时不时还会自然的靠在他的肩膀上，甚至主动牵起他的手。这份跨越正邪的友谊，似乎正在朝着某种极度危险又暧昧的方向失控滑去。趁着师傅据镇阳峰参与重建大殿的空档，
钱小宝悄悄送慕容天雪离开。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慕容天雪红着眼眶，苦苦哀求小宝跟他一起走。钱小宝干笑着拒绝了。他明白背叛九华山的代价，也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底线。他温柔地牵起小魔女的手，劝她放下执念，不要贪图魔功速成，只将这份感情定格在朋友的位置，便许下了未来若有缘飞升天界再现的微茫期许。慕容天雪像个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般大哭大闹着离开了。这是钱小宝第一次面对女孩子如此热烈的追求，他默默平复了许久，才将心头的涟漪压下。闲来无事，钱小宝溜达到山门外偷看正邪大军的激烈交锋，看着漫天飞舞的法术和灵符，他心里跟猫找子挠似的，正搓着手想上去过过干瘾，身后忽然响起了白飞幽冷的声音。原来是凭借灵隐玉佩的感应，白飞找了过来。钱小宝一见心上人，立刻得瑟的显摆自己终于成功炼制出了法宝，还嚷嚷着要用新做出的金空弹去炸翻那些魔崽子。白飞一听他连法宝都能炼制了，气得当场发飙。前线弟子连地阶飞剑都没有，只能拿肉身和铁剑去拼命，这个败家子居然还瞒着宗门。但在小宝的软磨硬泡下，他只好无奈的陪着这个活宝先去施暴。山崖上，钱小宝嚣张地大吼着看招，将金空弹连珠炮般砸向一群10米高的巨型犁牛，伴随着砰砰巨响，雷声大雨点小，皮糙肉厚的巨兽只是被炸得头晕目眩，随后便暴怒着冲杀过来。最终还是白飞拔剑将这群巨兽利落斩杀。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炸弹沦为大号水炮，小宝满脸气馁，白飞却收起奚落，轻声安慰他，这种能瞬间争取战机的东西在战场上极具价值。随后他不容分说的将这只野生炼器大师押送到了宗门的战备大殿。这一下百年炼器无人问，一招功成惊天下。从那一刻起，宗门简直把钱小宝当成了不知疲倦的畜生来使唤，各种珍稀材料如流水般运进小内谷，连怕麻烦的飞猿都忍不住为徒弟抗议。当仙儿等人得知他不仅能炼制法宝，且成功率高的离谱时，更是激动。在钱小宝夜以继日的武装下，200多名师弟妹的本命法宝全部配齐，战力堪称结丹机无敌。然而随着大家重聚，钱小宝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令人心寒的诡异。不知从何时起，他不再是众人簇拥的中心，队伍的核心不知不觉变成了仙儿和冷寒，甚至在饭堂的座次上，他这个曾经的大师兄也被排到了许多人的末尾，仿佛沦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师弟妹们对这种改变安之若素。钱小宝不在乎权力，却无法忍受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与架空。他孤单了几百年，甚至为了这帮小家伙甘愿走上危险的僵尸一途，如今却换来这般光景。心有不甘的他提出要跟随大家乘坐飞船去前线。宗门不放人也就罢了，真正让他彻底死心的是，包括仙儿在内，所有师弟妹都情绪激昂的一致反对他出战。在他们眼里，钱小宝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并肩作战的大师兄，而是大家拼命培养起来的集体财产。一句话，作为宗门和团队的最高战略资源，他已经失去了任性的资格。钱小宝没有争辩，他默默咽下这口委屈，带着深深的失望退回了小内谷。别人都以为炼器师安居后方受人供奉是理所应当的荣耀，但他从未忘记自己当初炼器的初衷，只是那些被他拼命守护的人已经忘记了。在钱小宝这个大贪官的不懈供养下，师弟妹们可谓兵强马壮，小小如愿以偿捧上了本命毒兽，冷寒也成功制出了灵符。昔日那帮备受白眼的小家伙，如今已成了九华山风头无两的精英。仙儿也不禁感慨，当初只是想从这傻小子身上骗个炼器顶，谁知他竟一路扛着苦难，以结丹七修为炼出了中阶法宝。闲聊间，仙儿忽然提起白飞，白飞的师姐为保护他，双腿尽碎，废了一只手，唯有传说中的9天断续膏能救。出乎所有人意料，钱小宝没有如以往那般热血上头去拼命，而是无喜无悲的冷静发问，还缺什么材料？众人对他的成熟刮目相看。仙儿坦言万事俱备，只欠一颗绝迹几千年的万年九爪墨鱼内丹，要么求飞猿师尊，要么再交易会死等。小宝淡然一笑，决定敛财蛰伏，静候机缘。思念没有声音，却能颠倒乾坤。只要我赚够了灵石，到时候谁与争锋？两位冷家少爷趁机大赞小宝够义气，为报宗门甘当苦力。钱小宝却满不在乎的坏笑，直言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侠名，全是为了长远发大财。胡闹！仙儿的俏脸忽然罩上一层寒霜，厉声训斥道：你现在是公众人物，这种话嘴上不能说，心里也不能想。热烈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钱小宝眼神微变，带着一丝讽刺轻问：那么我还要当多久的公众人物，才能赚够你们所需的装备？这句话触动了仙儿的逆鳞，他猛地站起身，冷冷的斥责他心理叛逆。冷寒和小梅也纷纷倒戈，苦口婆心的劝他认清现实。他们深知没有宗门和世家的庇护，在这残酷的修仙界根本寸步难行。他们指责小宝躲在山谷里，心智却始终没有长大，不懂得屈从于老一辈的规则。就在这压抑的氛围中，冷厉忽然向小梅深情表白，承诺给他一个安稳的避风港。为了跨越门第的鸿沟，冷家兄弟当场提议让权势滔天的长老认小梅和小小为义女。前一刻还剑拔弩张的屋子，瞬间被欢呼和道喜声淹没。女孩子们兴奋地接受了新的权贵姓氏和光明的前途，将钱小宝彻底遗忘在了角落。在满屋的欢声笑语中，钱小宝默默地转身离开。冷厉本想阻拦，却被仙儿制止。仙儿悠悠叹息，他深知这对小宝很残忍，但作为团队唯一的炼器师，他绝不能出丝毫差错，否则所有人都会万劫不复。冷风中，钱小宝的背影显得单薄而凄凉，他受不了这残酷的落差。钱小梅、钱小小，他曾天真的以为赐予他们同姓，自己便有了家人，可到头来他依然是一无所有。亲情、友情、爱情，他什么都没有。他拥有的只剩下在那虚无的高等物质中静静发呆，
然后死死抓着心底仅存的那一点微茫的感动，拼命地幻想着活下去。